上回说到，路飞、索隆、娜美来到希罗布村，在这里遇到了吹牛皮大王乌索普。乌索普的父亲是香克斯船上的狙击手耶稣布。关于乌索普的事情，路飞小时候听耶稣布说太多了，所以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。希罗布村看上去一片祥和，实际上却暗藏杀机。乌索普的青梅竹马，村里首富科雅，因为太有钱了，一直被家里的眼镜管家觊觎着家产。眼镜管家克洛的真实身份是一名海贼，接近科雅家族也是为了他的家产。现在时机成熟了，他准备将科雅暗杀，然后将财产抢到手中。路飞被赞高催眠跌落悬崖，乌索普赶不及去救路飞，急急忙忙跑回村子里，告诉大家海贼要攻过来了。但是乌索普平时撒谎太多，村民以为这又是什么狼来了的故事，不仅没有相信他，还像平时一样驱赶他离开。乌索普见大家都不相信自己，只好跑去找科雅，把偷听到的所有信息都向科雅说了出来，告诉科雅赶快逃命。但是科雅认为乌索普是因为记恨克洛侮辱他的父亲，所以故意编造谣言来诋毁克洛。平时说说大话，吹吹牛皮，大家当成玩笑一笑了之。可是你却要恶意诋毁一个人，实在是太恶劣了。科雅说：“我最喜欢你说的谎话了，可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”乌索普真是有苦说不出，不管自己怎么解释，科雅也不会相信的。在他心里，自己就是个撒谎大王，小丑尽是我自己。这时，佣人梅丽冲进房间，乌索普顾不得解释，直接劫持了科雅，从2楼跳了出去。逃跑吧，科雅！总之，请你相信我，在那个管家回来之前，要快点离开村子。梅丽带着保镖们冲出房子，围攻乌索普。乌索普掏出弹弓，弹无虚发，将保镖全部撂倒。他焦急地对科雅说：“等到明天就真相大白了。总之，现在先逃命吧。”科雅没等乌索普把话说完，直接甩了他一巴掌。这时，梅丽追了上来，开枪将乌索普打伤。乌索普无奈，只好丢下科雅逃走。梅丽指挥闻声而来的村民去追捕乌索普，乌索普没命的逃，逃着逃着，他走不动了。另一边，索隆和娜美等了路飞好久，一直不见他回来，于是跟着3个小屁孩找到了海边悬崖，在这里发现了跌落悬崖睡得正香的路飞。索隆把路飞叫醒，路飞将听到的这些情报告诉给了大家。几个人在乡间小路上等待着乌索普，直到黄昏，他们才看到乌索普歪歪扭扭的从小路尽头走来。小屁孩们招呼乌索普，他们说事情的真相都已经听说了，现在应该赶快将海贼的事情告诉给大家。乌索普一愣，想起了科雅那拒绝冷漠的态度，一股悲凉之感涌出心头。他放声大笑，说道：“这话当然是骗人的，因为讨厌那个混蛋管家，所以才故意造谣的。”结果此话一出，一直视乌索普为偶像的3个小屁孩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原来自己一直崇拜的大哥是一个为了出口恶气会重伤他人的混蛋。3个小屁孩一边这样说，一边离开乌索普回家去了。当然了，路飞3人是站在乌索普这边的。乌索普不想再去和村民们解释什么，他决定站在海岸迎战海贼，悄无声息地赶跑海贼，让这件事真的成为谎言。因为没有什么比大家的生命更重要了。就算我的手被他们用枪打伤，就算他们拿着扫帚追打，这里都是我的村子，我最喜欢这个村子，我想保护大家。乌索普说着说着泪流满面，路飞3人看不下去，纷纷表示会出手相助。乌索普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会帮我？”索隆说：“你满脸写着害怕。”乌索普佯装镇定：“我可是伟大勇敢的海上战士，才不需要你们的同情。”索隆说道：“就是因为看你了不起才帮你。”4人制定了一下战术。这个小岛地形奇特，只有一条斜坡可以进入村子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死守这里，就可以抵御海贼的攻击。当天晚上，克洛就回到了科雅别墅，直接砍翻了佣人梅丽。反正还有几个小时，天就亮了，自己也不必再演下去。解决了梅丽，克洛来到科雅的房间里，刀子架在脖子上，准备下手了。突然想到遗嘱还没有拿到手，不能操之过急，于是又收回了刀子，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。很快就要天亮了，黑猫海贼团以赞高为首，已经做好了进攻的准备。而路飞这边也布置好了陷阱，坐等海贼攻进来。可是等到太阳高高升起，也不见海贼们的影子。这时乌索普猛然想起来，就在北边的海岸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斜坡。干，海贼该不会从那边进攻了吧？BBQ 了，搞了一晚上的陷阱全都白费了。路飞和乌索普迅速掉头向北海岸跑去。索隆被娜美坑了一把，顺着斜坡上的油一路到底。好在乌索普及时赶到了北面的斜坡，海贼们刚攻上来就遭到了乌索普的炮火打击。这一下可把海贼们惹火了，他们一起抬头，带着重重的杀气看着乌索普。乌索普吓得双腿打颤，明明路飞和娜美比自己跑得快，怎么还没到？
就在乌索普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有海贼在娜美的小船上发现了财宝，粗略估算价值500万贝利。乌索普知道这是娜美带来的财宝，但是为了保全村子，他对海贼们说：“这些财宝送给你们，但你们必须撤退，不许进攻村子。”赞高表示：“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们既要抢了财宝，又要烧杀抢掠，你能怎样？”赞高拿出铁环，准备催眠乌索普。这时，娜美终于赶到，救了乌索普一命。可是路飞还没赶到，看样子应该是迷路了。娜美和乌索普，一个辅助，一个未发育起来的射手，根本扛不住这么多的海贼。海贼们的进攻开始了，乌索普被人一锤子干倒，娜美冲过来帮忙，很快也被制服。海贼大军们提着砍刀凶器，浩浩荡荡地冲向村子。乌索普已经无能为力。就在这时，迷路的路飞和索隆终于赶到，二人因为迷路憋了一肚子火，上来一招就把这群海贼踢下了斜坡。天色已经大亮，赞高与克洛约定的时间已经超出了好久。克洛这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起身向海边走来，准备教训一下赞高。赞高也很急，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么多人居然被2个小鬼给拦下了。他再次拿出催眠小道具，催眠自己的手下，让他们变得更猛。头脑简单的路飞也被一起催眠，本来就很猛，这回更猛了，像个嗑了药的狮子一样，冲进人群就是一顿输出，把海贼们打得溃不成军，掉头就跑。眼看路飞都要杀人了，赞高忙用催眠术哄他睡觉，暂时将路飞安抚了下来。不过眼下海贼团的这些小喽啰是指望不上了，赞高派出了2个杀手，喵喵杀手兄弟，绿头发和阴阳脸。首先出场的是绿头发，绿头发一上场就示弱撞青铜，趁着索隆不注意突然出手，同时偷走了索隆的佩刀。索隆甩开绿头发奔下斜坡去捡刀，绿头发直接从后面扑过来骑在索隆的身上。阴阳脸看准机会高高跃起，接着一脚踩向索隆的脑袋，索隆挣脱了绿头发滚到一边，杀手兄弟一起冲上来围攻索隆。乌索普在远处拉开弹弓，装上铅弹，准备支援索隆一下，但索隆却故意用自己的身体挡下铅弹，为的是救乌索普和娜美一命。如果铅弹打中这2个杀手，这2个怪咖一定会转而攻击乌索普和娜美。索隆算是牺牲了自己，为他们2个挡住敌人的攻击。一刀流是索隆最不擅长的，如果能再有一把刀，索隆也不至于被这2个龙套围攻。娜美看出来索隆应付得很吃力，于是奔下斜坡去捡刀，但他忽略了另一个敌人，那就是一直待在后方的赞高。就在娜美捡刀的刹那间，赞高突然发动攻击，用手中的铁环砍伤了娜美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让赞高大惊失色的身影出现了，那就是他们那个杀人不眨眼的船长克洛。科亚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乌索普责怪自己不相信他，拿起刀刺了过来。科亚惊醒，仔细想想，自己确实从来没有相信过乌索普的话。科亚去找克洛，打开房门一看，吓了一跳。管家梅丽浑身是血躺在地上，克洛早已不知去向。好在梅丽只是受了伤，并没有生命危险。他将事情真相告知给了科亚。科亚听后震惊不已。第一，他没想到乌索普居然也能说真话；第二，他没想到自己最信任的克洛居然是海贼。科亚习惯性的招呼佣人，倒霉的是，从昨天开始，佣人们就请假了。梅丽告诉科亚，现在唯有他能阻止克洛。如果克洛的目的是别墅和财宝，那就都给他好了，这些都不是值得牺牲性命去守护的东西。科亚点点头，决定去找克洛谈判。这期的内容就是这些，下一期我们来看路飞教克洛做人。克洛嚣张太久了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厉害的家伙。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